大家不要被电视绑架，但是可以被 YouTuber 绑架 OK 的，家人与家人之间可以连接的。Hello 哈，我是可尔潘，今天要跟大家开箱我们的第一个 share house 的设计。大家看到的这个 share house 啊，它原本是一个就是全空的新房子，然后所有的配备都是建商那时候标准的配备，像是白色的10英砖地板啊，然后跟一套厨具，然后其他就什么都没有，就像那个你现在照片看到的那样空，然后要很有想象力才能够去想未来它可以做什么，而且有一个挑战，就当然因为我是小资女，所以我非常 care 预算，所以呢，我就会用很小的预算，然后来做有质感的事。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的地板，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设计呀，要挑战的就是全部都由我们自己来 DIY， 然后不假师傅之手。但是我有一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专业，还是要请师傅来，所以就是地板，我们把原本的建商附的那个白色10英砖铺了这个有原木纹的塑胶地板，好清理，看起来会比较温润，踩起来也比较有那个舒服的感觉，不会冰冰凉凉的。我们想要营造像无印风这样子的木纹就很适合。仅次于地板啊，第二个占整个家里很大面积的一个布置呢，就是窗帘。那因为我们这个家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，但是它的落地窗的底是在那边可以看到一个框，但是呢，我就直接把它做满整面墙，这样看起来呢，视觉就更高挑。然后还有我用的是一个，因为其实在客厅并不用完全的遮光，不是在这边睡觉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是采用了这样子有一种棉麻材质的一个纱帘，然后其实隐秘性也蛮高的，外面其实看不太进来，然后外面的光也可以进来，我很喜欢这一块，好美哦。接着呢，跟窗帘一样会影响整个家的氛围的呢，就是我们的灯光。因为我本人非常的偏爱那个黄光，所以呢，我就整个房子都用黄光。然后我这次来挑战，就是我试着从淘宝掏灯回来，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后来发现，有惨案，但是也有不错的案例。然后之后有机会，我再就是分享一集有关于怎么样在淘宝买灯，跟大家分享。那我这整个客厅的灯，从这个主灯，然后到各个环境灯，我用一样主题的，就是这样钻石灯。加上让空间更柔和的，就是我这两侧的立灯。然后我主要购买的来源就是淘宝跟 IKEA。基本上呢，我1楼的客厅的所有灯就有1万块以内就把它搞定了。那特别是我要讲一下，立灯呢，其实是会让整个室内的空间更柔和。然后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，假设只有你自己在家的时候，你只是想要一个温暖的灯光，只要一盏立灯，其实就可以让整个氛围非常的柔和。然后我要介绍一下这一盏我超爱的立灯 ，CP 值超高。这盏立灯它才300-400块而已，而且它的第一代我就开始用，第一代那是多久以前？然后我那个第一代大概是在我大学时候买的，用到现在还能用，你说是不是太长青了？很强。然后所以我现在在布置房子的时候，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这一款，棒棒。接着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全家人会聚集在一起的地方，就是沙发区。因为我们做的是 share house 共生宅，就是很多人住在一起嘛，然后或者是一般家庭里头也有很多成员啊。布置沙发很受欢迎，但是最讨厌的就是很容易脏掉，而且又不好清理。那所以我为了要预防这件事发生呢，我就在沙发的这边、座椅这边啊，垫了这个布套，就是它其实只是一个盖布而已。然后可以去预防大家不小心把盖布弄脏。那如果盖布脏了，其实就是拿起来拿去洗就好了，是不是很好用呢？而且还有哦，这个盖布啊，可以按照你的心情，然后或者是季节，可以去换你喜欢的颜色。这个盖布也非常便宜，到时候我把链接贴给大家。我刚刚讲完沙发，然后现在要讲到一个我很爱的椅子，就是这个 IKEA 的滚轮椅。它的造型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呢坐起来也很舒服很稳，然后滚轮非常的好使，
然后我觉得超喜欢它，因为它可以带我到我想去的家里的任何地方。例如我现在想来拿一本书，哎，卡住，噔噔噔噔噔，好，拿一本书，然后再滑回来，是不是很好用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请快转。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有说到说我们没有请木工来做任何的装潢，但是有关于家里的隔间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间隔呢？我非常推荐这个 IKEA 的9宫格柜，超级好用，我用在我几乎很多我自己住的地方，还有我设计的地方，很多我都很爱用这个柜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具备了非常的灵活，可以运用，而且空间很大，可以做很多的收纳。以及呢，它价格非常的便宜，而且还有非常多种格子可以让你选，看你是要4格、6格、8格，还有25格都可以组合。然后颜色也很多，有这种原木的啊，还有白色啊、黑色等等。那它甚至还有做那种有那个柜子的角的，可以把它撑起来。对，然后它这边也可以上墙，让它不会摇晃。是安全的。那我在这个空间呢，用这个9宫格柜，主要是要间隔把这个厨房的一切的杂乱区隔在这个墙之外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区隔。那同时呢，我也希望客厅来的光源，它的自然光可以带到厨房里面。那9宫格柜呢，其实它就可以有通透感，而且它也会让厨房的人和客厅的人有更多连接的机会。假设你在家里，就是妈妈在厨房一个人煮饭，是不是很孤单？然后妈妈只要透过9宫格柜这样子这么通透的设计，她就可以看到厨房大家在做什么。那大家想说，用这样子的9宫格柜会不会，我家里又没有那么多装饰品或那么多书，会不会看起来很空虚？跟大家讲一个好方法，我在淘宝买了这种美颜书，它看起来就是很干净漂亮，颜色很一致，很协调，而且很轻。那其实它就是可以让你的整个这个格子看起来就是很清爽干净，而且还有一种文青的 feel。有没有感觉？感觉好像很爱读书，而且读英文。其实没有，它就是一本装饰的书而已。说不定里面可以偷藏那个私房钱。好，然后这个也到时候贴链接给大家，超级便宜。如果没有一个收纳的柜子，会不会看起来很乱呢？会。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买这样子的收纳抽屉。IKEA 有做非常多款这样的收纳抽屉，那我选的原则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颜色比较单一一点，像这样子全部都是白色啊，它看起来就不会杂乱。然后第2就是它的耐用，还有第3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，对，所以大家都很容易入手。那如果你想要在上面想要知道自己各个格子里头是放什么东西，其实你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做这样子的一个标签，那我们是以室友的名字来区分，说谁的是哪一格这样子。那你以后可以按照你自己，例如你这边是放生活备品啊，然后这边是放锅碗瓢盆，都可以自己去做 tag， 也蛮方便的。怎么样？这一面墙不错吧？这一面墙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完美墙，这是我和我的 partner Eric 我们一起手工做的，不是请师傅做的。然后我们用的是斯曼特漆，斯曼特漆在外面请那个师傅来施作，不仅是材料，还有工钱。其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繁复的一个工序，所以其实是有蛮贵的。但是我们就是 DIY， 然后做出来这样子的成品，它的那个质地非常的光滑，然后很有质感。那时候啊，没有这一面墙的时候，这边就是一个白秃秃的，然后有点无聊。然后 Eric 就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让它来点生命。”然后自从有这道墙以后，我觉得我的眼光都离不开它。整个一开门一进来看到就是它，然后我再搭配一个一样是淘宝来的这个大气钟，然后整个空间的质感就非常的到位，会觉得有一种高级感，有吗？有高级感吗？灰色配金色有高级感。
然后有点心虚的是，我们家厨房没有什么好介绍的，基本上呢就是这个建商的标配的那一种。但是有一个很好用的小物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呢，其实大家用完抹布以后洗完是不是湿淋淋的不知道挂哪，很困扰，常常就是放在那个台面上啊，然后其实不容易干，而且看起来也很占空间，丑丑的。后来呢，我就帮大家想了这个方法，这个是从大创买的这种塑胶吸盘的这种杆子，然后呢，我去搭配这个夹子，这种也是大创的晒衣夹，结合在一起 ，perfect。然后这边用这个空间，其实很多人家里都有这种门啊，其实它就可以让它整个空间被运用，而且这种门其实通常都会通风，所以你的抹布就会比较容易干，是不是很聪明？如果你觉得很聪明的话，在下面说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，记得留言说我也要，说不定我可以送一个。好，那刚刚讲完我们共生宅 share house 的公共空间之后呢，然后其实啊，有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，就是因为其实每个房间都有室友入住了嘛。那现在有一个房间是我们的室友即将要入住，然后我们今天也正好来整理迎接他的到来。那也可以刚好有这个小小的这个机会跟这个空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你以后自己如果我要布置我的房间啊。然后可以用什么样一个简单的布置、简单的配置，让房间的功能齐全，然后又不会显得太杂乱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我们的房间呢？我在这一面墙上面一样也是用了斯曼特漆，然后让它的整个房间的质地感觉会比较有一点点现代，然后有一点设计感，对，然后就会觉得住进来这个房间觉得很高雅。然后呢，我很喜欢饭店 feel 的这个，就是这些寝具组，所以我都会比较多是选用白色的这个寝具组。那如果我们的家里的房间的床啊是没有床头的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用4个枕头去做装饰，然后一方面也是比较舒适。好，刚刚讲完了我们的床的那一区之后呢，我们就讲一下这个衣物收纳区。这边为我们的新室友准备的是一个衣柜，然后旁边呢准备了一个这个衣架子。这个衣架子我很喜欢，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穿过一次的衣服，或者是从外面回来衣服，不想要跟干净衣服放在一起。然后如果没有这样衣架子的话，常常就会全部都放在那个椅子上面啊，就很乱。所以呢，我这一次就准备这个衣架子，让它可以把衣服挂在上面，很多可以挂到开心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的书桌区。书桌区呢，我一样是用了我很喜欢的这个 IKEA 的滚滚椅，然后下面搭配跟就是抽屉跟整个书架是同一种系列，比较一致性，然后也都有很大的收纳空间。那如果要让收纳看起来不会很乱的话，其实是可以买那个像是 A4 的 file 夹，或者是小篮子，可以把你的东西分类放在里面，有1、2、3、4层，还蛮够放的。然后最后呢，有一个非常舒心的角落，就是这里。这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跟对面的栋距其实算是近的，但是呢，我一样就是采用这种透光不透人的一个窗帘，其实它可以一整天都把窗帘这样子，就是让白纱是这样子展开的，对面的人也不会看到它，然后它还是可以迎接外面的阳光进来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外面租房子，原本是住套房，那我就在想，我希望自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，然后也希望假设如果有更多人可以一起 share， 然后一起分享各种的资源，这样是不是很好呢？因为如果以我一个人的财力去租一个大透天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可是假设是大家一起 share 这个租金，我们可以一起共享拥有这么大的空间。一个是经费的问题，租金的问题；第二个是，如果是自己住，自己去买一些东西，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大气，也不会那么好卖。但是因为像跟大家一起住，可能冰箱就可以用比较大台的啊，然后呢，那个9宫格柜的收纳就可以用比较
符合多人需要，那其实它看起来也是比较像是一个大的家具，这样看起来空间感会更美嘛。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品质，大家的生活品质一起提升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我觉得是，其实这是我自己第一次设计一个大家要一起居住的地方。其实一开始有点压力，因为承载了很多人的幸福，然后还有责任，因为你要满足这么多人的需求，然后又不知道可不可以面面俱到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在整个设计完以后啊，然后室友们开始一一的入住以后，其实很多人他们就会说哇，好像民宿哦，哇，然后就很赞美这样子，然后我也觉得从他们的眼中，我也看到他们对这个房子的喜欢。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地方哦，就是像我觉得像我们的大木桌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买就是还没有买那个超理想的大木桌，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买超过200公，就是比较更大一点200公分的大木桌，让大家真的可以聚集在上，就是比较好聚集一起吃饭啊等等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投影布幕，因为我之前买那个投影布幕有点买太大了，因为我想说我想让大家就是100寸不够，然后120寸就直接买超大，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就是它的收纳还有它没有符合那个墙的那个框，所以就有点突出，就是没有那么好用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。我觉得他们常会说，就是我会觉得有家的感觉，然后回家不是只有房间一个地方可以去，然后也会说哇，我可以终于不用在房间里头吃东西了，因为就算他吃个鸡排，然后在房间吃得很香，可是最后房间都是那个味道，所以就会觉得很痛苦。然后其实有了自己在外面住，有自己的这个厨房、客厅啊，其实生活的空间会变很多。然后也有室友跟我说，因为他 work from home 嘛，所以他就有多一点空间可以，不是一整天都窝在房间里，而是有客厅，好像一个他的行动办公室一样可以办公。其实我觉得我对 share house 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把这边当成一个家，然后因为室友们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计划，可能会出国，可能会搬家换工作，可能会嫁人，但是我会希望就是我们的 share house 每一个住过我们的家的人都可以就是以后都一直是朋友，就好像真正一家人一样，这样子可以大家的感情是不会散的，我觉得那是很有意义的。小时光就是希望大家在这边度过美好的时光，然后小时光的小字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，对，所以就是小时光，点点滴滴的时光都是美好的小时光。好，那刚刚有问到说希望未来可以做什么样子的 share house， 其实我们有很想做的几个 share house，第一个就是宠物宅，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有养毛小孩的朋友不是很好租到房子，因为房东会担心毛小孩破坏家具啊等等的，然后我们就很希望就是做一间全部都是有毛小孩的房子，然后所有的毛小孩可以玩在一起，这样很快乐吧？可能也会很吵，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嘛，大家有伴就好像小孩有伴啊，对，然后所以这是我未来想要做的。其实我们做共生宅 share house， 除了希望可以自己住得很舒服以外，也很希望可以有一个开始，大家我后来发现，其实越来越多的房东也都会愿意投资钱，让租客可以住得更舒服，然后让自己的房子可以更美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。所以现在想要请大家留言，看完影片你最想实现的是哪一种布置呢？ A. 原纹的地板， B. 斯曼特的水泥灰墙， C. IKEA 9宫格柜， D. 你有其他 idea， 每一则留言我都会去回复哦。最后呢，要跟大家公布，就是大家最好奇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在做整个布置设计完之后花多少钱呢？好，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哦。
我们一共是4房2厅，地板跟油漆呢花了3万，灯具花了1万，窗帘2万，家具都是从 IKEA、淘宝、宜得利买的，一共是10万，这样加起来一共是16万，很惊喜吧？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经验，就觉得如果我买了一个房子，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个家，其实我只要透过这一些巧思布置，就可以用很少的预算，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居家品质。未来呢，我也会继续拍这样子的影片，用最少的钱做最适合大家的一个设计，还有布置，让大家都可以享有非常舒心的生活环境。你知道吗？当生活环境好的话，其实心情好会怎么样呢？做什么事就会很顺。最后呢，请大家订阅可可潘的频道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更新我们的频道，把最实用的居家布置资讯分享给您。